Hello，大家好，看今天的天气很好吧？我们的屋檐上面已经完完全全的干了。今天呢，因为我在评论区看到有很多粉丝朋友都在问了，我们的后面快要完工了，那前面要不要做，屋内要不要做，剩下的沙子可以做屋内，还有关于我们前面这个院子里面要不要硬化的这些问题。首先呢，我们就是把我们后面的屋檐给它弄完了再说。我们先打算的就是后屋檐，后屋檐把这些全部弄好，这些地坪全部打好，干了之后可以走了，我们才考虑接下来的那些院子呀，还有里面呢。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有说过，为什么我们前面没有去做一些修缮，还有没有用砖围起来做那个硬化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前面呢有2根柱子，大家看，就是这里这一根柱子。还有这根柱子，它们2个柱子的作用呢，就是为了支撑上面那个挑梁，因为那个挑梁嘛，快要塌了，里面都断了。所以之前我也跟大家有说过，可能有人没有注意到，就不停的在问，我们要等这个上面的瓦片换了之后，把这个给去除。因为这里以前那个挑梁没有断的时候呢，这个它是不存在的，所以这里就直接是一个屋檐。上面是因为它要断了，而且为什么我们要等换了瓦片之后才弄这里呢？你看这些柱子有一些都坏了，只有换瓦片的时候把挑梁换了，然后才有可能把这个柱子给去掉。如果我们前期这2根柱子没有去掉的话，这个高度你看这些石头高度也不统一，对不对？然后如果我们把那边修复了，这边没有修复，到时候又不是统一的一个高度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换了之后呢，才来解决我们前面屋檐的问题。所以大家先不要心急，也不要担心我们前面不处理的情况，只是我们是在等瓦片换了之后我们才处理。你看这里这些都是要处理的，而且这里我们也不能先动它。如果我们先修复这边呢，我们这里到时候这根挑梁不是炸了吗？炸了，到时候我们要换瓦片的时候，处理这根挑的时候，也要用1根柱子先给它支撑住，支撑住了才换。所以我们也是不能随便动这前面屋檐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说关于里面不硬化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里面不硬化呢？因为我们里面的每个房间现在都还是泥土地，除了中间这2个房间它有楼板了之外，因为我们要等瓦片弄下来了之后呢，那些碎瓦片特别多。你们别看这个房子，这里的话有200多个平方，这些瓦片给它全部弄下来打碎的话，其实是没有堆处的。然后我们想的就是这些瓦片打碎了之后可以用作垫层，就是我们屋里面，就是它不是有这么高的高度吗？我们就准备用瓦片在下面先填1层，填1半的高度，然后再拿1半就用来打地坪。那样的话，我们的瓦片也有堆处，那个屋里面的地坪也给它抬高了。所以我们前期没有把屋内做地坪的话，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屋内一共有1、2、3、4个房间是泥土地，这2个房间嘛，后期我们也是要准备把那些地楼板给它拆掉，拆掉了之后一起打成地坪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这里都慢慢的来，因为里面它高度实在是太高了，如果全部都用那个混凝土去浇筑打地坪的话，可能1个房间就要用1车的沙子。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把那个瓦片碎掉的瓦片全部都弄在里面去，给它垫起来，垫在下面，这样呢瓦片它就多一些处理。还有关于我们院子硬不硬化的问题啊，我们到时候想的是先把屋内然后房子的整体给它硬化了之后，才来考虑我们院子的问题。而且院子呢，我们一致呢都觉得院子就硬不硬化都没有关系，只要把排水沟给它硬化起来了，它的水有排出。其实院子的话，用风化石铺着还是挺有感觉的，对不对？这里的话，我们都可以用风化石给它铺起来嘛，因为我感觉风化石特别的符合农村小院这一个主题。
这些都是要后期给它修复了硬化。大家每次都在问说，建议了几次都不听，讲了几次都没有什么作为。其实我们是有计划的，只是说那个计划再延后了，要等很多的工作都要等我们把这个瓦片换了之后才能继续的进行下去。关于换瓦片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要等天气，但是最近几天的天气呢又不如心意，每天都下雨。别看现在是晴空万里，一会儿晚上又是雷暴雨。对，所以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就只能慢慢的看天气，看我们上面的那个改造进度如何，看师傅什么时候来给我们换瓦片。因为我们也是很想很快来把我们的瓦片给换了，换了之后后续的一切事情都好办了。因为如果不换，我们就开始下面的这些工作的话，其实有些时间还要经过第2次处理，那就很麻烦了。大家来看我们已经做好了的这个地坪，其实效果还是挺好的。之前打的时候呢，大家说不用打得太光滑了，其实没有问题的。太光滑了，下雨啊也不会长青苔，因为它那个雨只是飘上来。因为在我们农村嘛，就是上次隔壁叔叔他们那边也在打地坪，房子周围做的这些比我们这个还要光滑，没事，都没事的。而且他们那个还是露天的，没有遮挡，我们这个还好有这个屋檐遮挡，都见不了多少水。看这里，这里都没有什么影响啊，挺好的。因为昨天晚上下了特别大的雨，但是这些呢都完好无损。排水沟是排水沟，屋檐是屋檐。这个地方是最窄的，因为这个地方我们之前修复这个门板的时候用的那些砖，它就凸出来了，它就是这样的。那大家说这边为什么不给那个地基石给它盖住了要好看一点？是因为它的高度不一样啊，它这边和那边这边要高一点，那边要低一点，所以就没有完全的盖住。但是这一边呢就是完全给盖住的。这一边我们呢就还剩最后一段距离，这应该有几米的距离，对不对？几米？有个4米吧，可能4米多。对，这边的材料我们都是准备好了的，我们的水泥还剩最后5包，这里应该2、3包水泥差不多啊。应该差不多。2、3包水泥，我们之前在施工方那里买的水泥20包，就只剩最后5包了。给它用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自己到街上去买，因为水泥放的时间长了还是不好，它会失效。我们的那几包水泥都有一点开始变成硬块了，我们货砂匠的时候都要给它敲碎了再使用。一般失效的水泥就没有什么用了，感觉。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抓紧把这个地方给它硬化出来。一个方面是为了把这里完善好，第二个就是抓紧给那个水泥用完，不然到时候就浪费了。对，而且我们屋内的话要重新去拉那种比较好的水泥，强度高的水泥来硬化屋内。屋内不比屋外嘛，对不对？对，屋外可以做的粗糙一点，但是屋内呢，你经常就在屋内活动。像我们的后屋檐的话，我们平时如果把这里给它打好地坪了之后，一般都不会在屋檐后面来活动的。像我们养的那些小动物，如果我们不来的话，它们几乎也不会来，除了就是收拾后面的这些残枝落叶，其余的时间都不会来后屋檐。关于我们这个房子还有一些基础设施的问题呢，大家不用太担心。我们也知道大家是太担心我们了，在这山里面的生活有所不便，我们都会慢慢的靠自己的双手去给它改造好。我们的规划也在慢慢的进行中，所以呢，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